你也真是的，怎么能把店交给别人呢？这是最基本的。你以前不是干过吗？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？对不起，老板。以前我在商场干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互相帮助的，我没想到这儿是这样。这儿和商场能一样吗？同行是冤家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自个儿亏的钱，从你工资里扣啊。哟，这一大早就有人要找冤家呀。老周，昨儿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没给你帮好忙。你要是有什么亏了的，你跟我说。你说咱们天天门对门的做生意，别留旧账。裴姐，这事儿不怨你，是小夏自己的问题。我罚他，是让他长个记性。才来几天啊，都旷工多少次了。小夏，下回你可得注意啊。嗯，我知道了。那行，周老板，那您忙啊。好，好。进来。崔院长。哦，曲和啊，哎，坐吧。啊，不了，院长。是这样，我报名参加了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的考试，需要学校出个介绍信。你看，能不能给我签个字？这是为什么呀？你不打算去美国了吗？我想靠自己的能力试一试。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你一直很照顾我，但我真的很想知道我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崔瑶找你谈过话了吧？你对他说话态度那么强硬，可是他说还要再缓和一下，可见他对你的感情有多深呢？你就真的这么无动于衷吗？啊？要说一点都没有动摇过，那是假话。可关于我和崔瑶的婚姻，我也是思考了很久才做出这样的决定。你让我突然改变这个决定，坦白讲，我做不到。曲和，你听我一句，现在最好的时机还是去美国。盯着那个大提琴首席位置人很多，你觉得你考上的几率会有多大呀？就算机会再渺茫，我也要试一试。崔院长，麻烦您签个字。好吧，这个字我跟你签，我希望你还是能好好的想一想。干什么呢你们？干什么呢？这一大清早的！我告诉你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卖什么货你就卖什么货，你当我傻是不是？我再告诉你，你敢再没通过，我店给砸了！我呸！你自己卖不好货你哈，还跑我们家来撒野，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孙辈是好惹的。有本事你砸呀，你砸呀，你冲这儿砸！来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别因为你是个女人不敢揍你啊！干什么呀？这是啊，闹什么呀闹？他哪个挡横呢？对，你快去一边给我砸！别打了，冷静点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姓夏的，是你搞的鬼是不是？我就说你跟他在停车场里眉来眼去的，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我跟你没完。佩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做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没一个好东西，你们俩是。你才不是好东西！你说谁？打别人！你别跑！跑到这儿来，我说是不是？滚！洪忠！滚！洪忠！醒了？哎，我怎么了？你这么大个人，你怎么了？你都不知道？你发着烧呢，你还去劝架？你活腻味了呀？
哪去？我得回去看店啊。就你这状态，你还看店？这回吃了个饭就赔了好几百，再不回去，我的工资还不够赔钱呢。谁让你赔钱了？老周。跟你没关系。行，这事儿我可以先不管，你踏踏实实在我这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。看店的事我来管，别动啊！彭忠，你别动。你看这件好看吗？啊，好看。那就都打包了吧。啊，姐，别买这么贵的。哎呀，不贵，这点钱算什么呀？给彤彤买衣服值了，彤彤，不能给阿姨丢脸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跟我那帮姐妹说哈，说彤彤是我儿子，他们全都惊了。我这好好逗逗他们，太好玩了。哎，对了，彤彤，来，一会儿啊，我让你管我叫妈妈，你就管我叫妈妈，但是爸爸是谁，你不能说啊。彤彤，知道了吗？以后不能叫阿姨了，叫妈妈。来，快。可是我已经有妈妈了。一会儿我让你叫的时候你就叫啊。来，咱俩再给他挑2件衣服。啊，谢谢姐。我正在沉。买东西。哎，进去，进去看啊。哟，洪总，您这是？哟，周总回来了，给您看店呢。夏白露生病了，给她请个假。啊，您看看东西少没？哎，别，有周总在，能少什么呀？周总，要不您先忙着，我看着就行。行吧，没问题啊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您忙着。哎，听说夏白露卖东西赔钱了，赔多少啊？哎，没多少。没多少是多少啊？1000多块钱。给你钱呢，这2000，啊，罚的钱还给人家。哎，剩下的慢慢罚。哎，您慢走啊。我正在沉。还真下去了。这个真的那么有用吗？真的有用，我还能骗你啊！我婆婆和我妈都在用这个东西，他们告诉我，哎，我现在可精神了，我也不觉得累了。我说我记忆力啊都在恢复啊。我以前什么买卖都没做过，我怕我不行，还得考虑考虑。嗨，这算什么买卖呀？如果你卖不完的话，可以自己留着吃。其实里外里真的没什么损失，你不用担心。我真不骗你，这咱都是亲姐妹的。彤彤。小夏阿姨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吃点药就好了。我妈呢？哎，对啊，你妈怎么还没回来？你吃饭了吗？还没呢。那我给你做去。不用，那个我一会儿出去吃点就行了。外面东西多脏呀，你等着，我给你做去。
这女的心可够大的，到现在还不打个电话来，万一我给她卖赔了呢？小佳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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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佳阿姨。喂，喂，徐老师，你赶紧过来，出事儿了。什么？别着急，搬家继续发展，我马上过去。嘿，等席去了还不接电话了？没出事。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刚才我回来的时候，他说感冒了，刚才就看见他躺那儿了。小白鹿，我送他去医院，你就在这待着，有事我给你打电话。嗯。病人身体基本没什么大碍，多注意休息就好了。哎，谢谢你啊，大夫。啊，没事。爸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在哪儿啊？在医院。你在家晕倒了，家宝给我打的电话，我才把你送过来的。别动了，吊瓶刚吊上，还早着呢。家宝还没吃饭呢吧？哎，你就别管了，你先顾一下你自己吧。我怎么了？医生说，你要是再晚来一点，就烧成肺炎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喂，这是夏白露电话吗？是啊。有谁啊？你找小佳阿姨干什么呀？小夏阿姨，让她接电话吧。她不在。不在家去哪儿了？去医院了，她刚才晕倒了。什么？怎么不早说啊你？你也没问呀，你到底谁呀？在哪医院？夏白露，你知道一个人在外地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挣钱。那些都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就算你挣再多的钱，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，你也是无福消受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人在外地生活最重要的是千万别生病，不然谁照顾你啊？今天幸亏家宝在，不然就麻烦了。谢谢，真是太麻烦你了。别总麻烦不麻烦的，我们都是一类人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你是老师，也是个音乐家，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。太晚了，你别照顾我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没事，反正我也不困。真不困呀？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嗯。
好意思啊，没看到。没关系。小妹，把这些东西拿出去派发一下。好，不过这次你可得小心点，省着再撞到人。这俗话说，好狗还不挡道呢。可有些人呢，就是不知好歹，那咱们就得小心一点，省得惹得一身的骚。佩姐，小点声，小心人家听见。听见怕什么呀？我苏一佩在这儿啊，从来都是站得稳、行得正的。我有什么说什么，不像他们某些人，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，看见了都觉着恶心。佩姐，佩姐，昨天的事儿跟我没关系，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，问心有没有愧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我来这就是打工挣钱的，你实在看我不顺眼，我也没办法。但是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养活自己，所以不论你怎么讨厌我，我都不会走的。怎么着？是我威胁你了是吗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想跟你找事儿，但如果你老这么针对我，我也不怕。我行得正，站得直，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。那就是我跟你过不去了，是不是？苏一佩，你烦不烦？嫌我们烦啊？嫌我们烦你就一边待着去，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今天别惹我，烦。你想不想干了你？从你来这儿事儿就没断过，平时大家一团和气的，你看现在3天一小闹，5天一大闹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不干？不能干，滚蛋！你怎么知道的？别以为我心里没数，差不多行了。哎呀，您现在做菜是越来越省事儿了，酱油也不放。你有事儿？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我都睡了，你还没回来呢。我都这么大的人，你还管我干嘛？去医院。啊？你怎么了？不是我，是一个朋友在家里晕倒了。这个人你应该也认识，就是和家宝妈妈合租那个。那小夏，你还真认识？不是，你们怎么认识的呀？一时半会儿说不清，反正比你和家宝妈妈认识要早。哦，他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，妈？有事你就说事儿，老看我干嘛呀？看得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听说你要考北京交响乐团，那去美国的事儿怎么办？你听谁说的？甭管谁说的吧，是不是有这么回事？要么就是崔瑶，要么就是崔瑶他爸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这个事儿我自己会处理的。你别急嘛，崔瑶在这件事情上说的特别有道理。你呢，就先跟崔瑶去美国，你先试试。你们要过得好，那就继续过下去。你要实在觉得不行，你再回来，回来再离。把我当什么呀？拿我的婚姻自由当筹码，就为了去美国？你干嘛非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啊？这次是人家崔瑶求着你，你不丢面儿。再说了，崔瑶都给你把资料送进去了，就等着给你安排面签呢。妈，你怎么又背着我搞这些小动作呀？你怎么不事先跟我商量商量啊？这怎么是小动作呢？那之前我说不管你了，那是气话。那我觉得你跟崔瑶根本就不可能了。你看现在人崔瑶挺有诚意的，现在跟你跑前跑后的，忙里忙外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你说你怎么着？他低头我就得感恩戴德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去不去美国这个事儿我自己会考虑，请你们谁都不要插手，更不要逼我。你坐下，把饭吃完。不吃了。你说怎么跟你说什么都说不明白呢？
哎呀，真是头疼。喂？哦，不是，我不是下白路。哦，这样啊，好，那我现在就过来。嗯。哎，你说，这夏白露为了钱，连你都能看不出来，怎么放着我一大财神，他愣看不见呢？啊？问你话呢？居然还会笑，笑得还挺美。怎么他叫我就不笑呢？说呀，说呀！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这是什么呀？没你事儿，会敲门吗？我这敲门不就看不见你这落后样了？我有吗？你没有吗？你有事儿吗？没事啊。没事，出去。哥，要钱是吧？没有。现在都换季了，我都没有衣服穿了。啊，有一件衣服呀，特别好看，是著名设计师刘一德的，他是我们90后心目中时尚教主。我看了，全是钱。红中，一句话，你买不买？这谁说话的？还有我这暴脾气！哥，说你就我这么一个妹妹，别来这套。你也希望我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对不对？这什么牌子？就是上次你让我找夏白露在附近麦当劳拍的呀。哎呦，当时我就觉得这小男孩特别像《寻人启事》上面的小孩。怎么不早告我呢你？忘了？你记得什么呀？就知道要钱。哎，你我告诉你啊，别忘把照片发给我。这又走了？那我买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买衣服啊307，他们跟我说你来打水了，所以我在这等你。找我有事儿啊？想送你个礼物呗。你别跟我开玩笑了。我以为这表丢了呢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是你落医院里了，医院给你打了1天电话也打不通，所以就打给我了。真是太感谢你了。这表还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妈妈送给我的呢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请你吃顿饭好了。行啊，那就择日不如撞日吧。正好我今天晚上没课，那你几点下班？我7点下班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学校了，晚点我们再联系。行，记得手机充电啊。知道了。哎，老周啊，对，我红中。没事儿，我说你最近是不是该点货了呀？那就今儿晚上点呗。不是有夏白露吗？你招他来打工，你不用他，你干嘛呀？当冤大头啊你？啊，今儿晚上点啊，好。喂，我约了人不回去。那崔瑶，妈，我说了，这事我自己决定。哎呀，
小杜，你在哪儿呢？在家呢，老姐姐。哦，在家呢。在家好。你吃饭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哟，正好，上我这儿来吃，我做了一桌子呢。可是，家宝还没吃呢。那正好啊，你带家宝一起过来呀。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啊！我等你啊。啊，那好吧，一会儿见。哟，回来啦，儿子，过来。哎呀，你快过来，过来。什么东西啊？干什么呀？给你吃点好东西。这一屋子都是什么东西啊？给你大脑补养的，脑子有了养，你就容易记住东西，变聪明了。你怎么什么都信呀？你妈还能害你呀？怎么样？有感觉吧？我就是刚吃完毒药，现在还没感觉吧？哎，怎么说话呢你？哎，待会儿跟我去曲老师家吃饭吧。我不去，你自己去吧，我还得写作业呢。哦，也对，那我把饭给你热锅里啊。嗨，赶时间了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说我要顺你了吗？你要真赶时间说一声，说不定我真能顺你一程。你这人是不是有冷热病啊？什么？就是忽冷忽热的病。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你为什么一见我就骂呀？得罪我地儿多了，我不跟你计较。赶时间就赶紧上来，这个点儿公交车可慢啊，你快点呗。这么晚了不回家干嘛去啊？吃饭。谁呀？他来北京几天啊？能认识几个人？来北京时间不久，就不能认识新朋友了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打个车，人司机师傅想跟你聊两句，你还得客客气气说一下吧。我这还免费送你呢，聊10块钱怎么不行啊？你跟他聊。可以，我也问。听着烦。哎，这是走到哪儿了？你不是要去北四环吗？是我以前坐公交的时候，好像没在桥上走过。哎呀，对不住，前面那路口往出去了。啊！哎，你在前面给我放下吧，我下来坐公交车。你疯了吧？这环路上我怎么停车？老实待着，我前面掉个头。我不是说我约了人了吗？曲老师，我是杜芬芳。你妈把腰闪了，你快回来吧。怎么弄的？严重吗？我也说不好，还是你回来看看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马上回去，你可千万别让他乱动啊！服务员，买单。好的，你稍等。前面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堵啊？啊！前面出事故了。完了，这还没走着快呢。我还是下车吧，我下车吧。干嘛去啊？走着去。你没看前面前几条路全堵了吗？你搭公交车也堵啊。咱们聊聊天。我这被你弄的，在这儿干烧油，还得看你脸色。
我招谁惹谁？聊什么？你多大岁数？应该比我……还是别聊了。还没忙完吧？我也临时有点急事，咱们改天吧。才认识几天啊，微信就加上了。你干嘛偷看我电话？前面找个地方给我放下吧，我不去了。今天麻烦你了。我这饿着肚子等了1个多小时，你这上嘴皮碰下嘴皮，就麻烦就完事儿了。那我给你钱，按打车的钱算。你说吧，多少？行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贴上膏药就没事了。妈，你怎么了这是？要不要去医院呀？没事没事，你看小杜，我这就是把腰拧了，您再专门给你打电话，真是。你从那么高的椅子上摔下来，可不赶紧给曲老师打电话？万一摔着怎么办呢？谢谢你啊，杜阿姨。太客气了。哎呦妈，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，不然我这不放心了。不用不用，小杜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看弄得你晚饭也没吃。启和，你也没吃呢吗？那菜已经做好了，你就不用管我了。不了不了，我回去了。家宝一个人在家呢，你只要没事我就放心了。我没事，歇着啊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麻烦您，杜阿姨。没事没事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谢谢，别动啊。谢谢你啊，小杜。不客气不客气。哎，改天我让妈请你吃饭啊。太客气了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再见。哎呦，我的老祖宗啊！你是干嘛了？在家里怎么会弄成这样啊？啊，你玩杂技啊，在家？厨房的灯泡坏了。我就上去换了个灯泡，一脚踩空了。你说你这事怎么不等我回来呢？啊，在家我一个人不也是我自己干吗？哎呀，年龄大了。你说就你这样，我真去了美国，我怎么能放心啊？啊！哎呦，你别动。你想明白了？你决定去美国了？没有。哎，儿子呀。你说人都往高处走，你咋就不奔着有出息的地方去呢？谁说一定要去美国就是有出息啊？那当然比在国内好了，要不然那么多人往国外跑。妈，这段时间我会比较忙，我要专心准备北交的考试。如果这次我能考上，那证明我自己还是有实力的，不用靠别人。如果这次考不上，我也认命，我去美国。啊！你别动！哎呦，真的？你没哄我吧？我哄你干嘛呀？不是，你这个表情什么意思啊？搞得好像我真考不上似的，是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你说考不上去美国，自己说的不许反悔啊？不反悔。其实我也想过了，这样也算是再给我和崔瑶一次机会。哎，妈，如果要是曲和有什么新想法的话，你一定要告诉我啊。好，拜拜。哎，曲和又怎么了？哎，爸，以曲和现在的水平，如果考北交的话，有多大赢面？不好说。怎么了？曲和他妈说曲和自己说的，如果要是曲和考不上北交的话，他就跟我去美国。哎，他想的倒挺好的啊。如果考上了，就把你给踹了，自己飞黄腾达；如果考不上，再给你去美国。哎妈，我说错了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我看这个曲和呀，就是一直太顺利了。让他碰碰壁也好，他就知道我在他身上下的心血有多大。听你这意思，你觉得曲和考不上？我打听过了，他这次有一个强劲的对手，虽然他业务水平也很好，可是他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临场发挥。那就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都不明白了，你们俩千算计万算计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
为你女儿终身幸福呗，是不爸？4年。哎呀，晃开。老板，再来10个肉筋，2鸡翅，2瓶啤酒啊！哎，这还没吃完呢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吃完了再叫呀。又不我掏钱，我管。小心撑死！你也喝点。哎，别，我不喝酒。哎呀，你别给我倒，我不喝。这人真没劲，怎么每次请人吃饭都那么别别扭扭的？我告诉你，请人吃饭得让对方舒坦。这凳子上没钉子吧？怎么每次请我吃饭那么不愿意呢？干杯！那人谁啊？什么谁啊？看见了，小白脸儿。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呀？人家是搞音乐的艺术家。搞音乐？怎么快让你呢？那不都喜欢文艺女青年吗？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。他是我合租那孩子的音乐老师，帮了我一忙，我想请他吃顿饭表示一下感谢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狗嘴里能吐出象牙？是你说那么回事儿吗？信不信随你。我信，你说我就信。看你俩就不一路人。我跟你还不是一路人呢，你是北京人，我是外地人。就讨厌你这样，自己老跟自己较劲吧，还老说别人不对。行，不说这个，在老周那儿干得还开心吧？你要不总去捣乱，就一切都很好。我得打听内部情报啊，万一老周哪天破产跑了，我怎么办？把店租给别人呗。他不傻啊？说正经的啊，老周现在成交量可不怎么样啊。这市场自打有，我就在这混着，来了的走了的我见的太多。老周现在的情况也勉强算是一个硬挺的。哎，那你说这生意怎么才能变好？说呀。这么重要的情报，我怎么那么一碗臭皮就告诉你？我就不该问你。那我问你，要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当初来北京是为了找你老公吧？为什么来北京？你瞧，太难沟通了，又不吭声了。我也想知道。这都我们家新上的货，要不要看一看？哎，老板，这2件衣服每根号的来1件，多少钱？只要1件啊，那只能给你零售价，这个100，这150。有那么贵啊？能不能便宜点？这是我们老板定的，你看这衣服质地特别好，每版每号少于5件就只能是零售价。我是开网店的，最近刚起步，所以呢也进不了那么多货。您看能不能便宜点，按这个批发价给我走？不好意思，这我做不了主，老板定的。我多挑你几款，不也一样吗？你们老是把价抬得那么高，我就没得赚了。再说，如果这货卖得好的话，我多回来买几件不就有了吗？给您了。哎，要不按批发价给你？全做混批，这能行吗？老板，现在都过季了，你看看，这些衣服都卖不了了。咱们这么做肯定能够清空一些库存。你说的是有可能性，可咱这儿毕竟是批发市场，所以才要开创混批店的先河啊！你都不知道，每天我这儿都会有很多网店的人过来进货，都我这一个号能不能只要1件？而网店的这些人就是咱们的潜在客户，而这些人也正是其他店流失掉的客人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老板别可是了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你不就是怕有损失吗？即便是有损失，那也是这个市场1%的客人。
而我们真正吸引的是这个市场99%家店丢失掉的客人。我得想想，你也好好想想，可别头脑发热，这毕竟风险是挺大的。咱们都再好好想想。